看见。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做事工宣言的时候说：主的灵在我身上，因为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，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。从这里看出来，一个人如果要得到自由，很重要的是要看见。耶稣又说：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；眼睛若昏花，全身就黑暗。从这里看出来，如果一个人的生命要发光，最重要的是需要看见。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之后，他们的眼睛看见了彼此都是赤身肉体的。在这里，他们的看见是肉眼的看见，同时他们心灵的眼睛是瞎了。或者可以说，当他们的心想要像神一样的时候，他们心灵的眼睛就已经是瞎了。这是我们人类的写照。只要我们的心骄傲，独立在神之外，那么我们就是瞎眼的。蛇告诉夏娃说，吃了分别三个树的果子，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。这是人类史上的第一个谎言，而且这个谎言基本上就植入在我们的基因里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人想要做大，像神一样，那么我们就会很聪明，但是却会背叛神，不认识神，不知道真理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：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父啊，是的，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。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，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是谁；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是谁。世界上的聪明人在神的眼中其实是愚昧的，因为耶稣不会将他自己和他的道启示给这些人。要进入天国，一定要从耶稣的道入门。如果要看得懂耶稣的道，就需要像婴孩一样，也就是内心要单纯谦卑。看得懂耶稣的道，就是看见。只有看见，我们的生命才会自由发光。有两个门徒跟在耶稣的身边，但是不懂耶稣的道，所以耶稣对他们说：无知的人哪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之后，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，并且开他们心灵的眼睛，他们看见了耶稣。这时候他们说，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，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所以如果真的看见而且明白了圣经，那么我们的心就会火热，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会跟着改变。很多时候我们读了圣经，但是没有看见，或是生命死气沉沉的。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方法，就是像婴孩一样，求耶稣让我们能够看得懂他的道，同时要确定是否圣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，因为圣灵会引导我们进入真理。只有看见，我们的生命才会自由发光。